人生百态，娱乐开怀，欢迎收看《谈笑余生》。工藤静香，90年代日本最火的女明星之一。她的脸型柔美，五官窄小，给人一种文弱的感觉，而她那略微低垂的眉毛，又给整张脸增加了独一无二的辨识度。也有人说，工藤静香长得很苦情。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柔弱无害的女人，却是妖孽美男林家树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而跟林家树分手后，工藤静香又嫁给了花样美男木村拓哉。那时候，工藤静香几乎成了日本女人的公敌。为了阻止他们结婚，不仅有粉丝跟踪工藤静香，甚至有人还往她家门上泼油漆。可即便如此，木村拓哉还是拼上退出娱乐圈的风险去工藤静香过门。为此，不止一次有人提问，工藤静香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两大男神为她如此神魂颠倒？家里条件不好，唯一的哥哥又早逝，为了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工藤静香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出道唱歌。她的音色特殊，舞台风格又抢眼。出道第2年，公司就决定让工藤静香单飞。跟同时期的女明星相比，工藤静香多了几分叛逆。演出时，她会穿着阔肩皮衣，骑着机车出场，也会在领奖时放弃漂亮的长裙，选择酷帅的西服。更重要的是，在其温和的外表下，工藤静香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20岁这一年，工藤静香的母亲被确诊宫颈癌。这期间，工藤静香一边忙工作，一边还得照顾母亲。等到母亲出院，工藤静香又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为家人买了适合疗养的住宅。叛逆却传统，柔美又坚强，再加上优秀的唱功，也难怪工藤静香会成为90年代日本的顶级歌姬。但凡她举办演唱会，门票都会在1天之内被抢光。那时候，工藤静香受欢迎的程度远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而事业成功的背后，爱情也悄然而来。1994年，工藤静香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遇到了林家树。用现在的话来说，林家树就是斯曼男，美得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一样。实际上，早期的日本漫画中，很多男主角的原型正是林家树。她美得雌雄莫辨，一举一动中都带着说不出的魅力。可跟她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相比，美貌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林家树4岁学钢琴，9岁打架子鼓，此外，吉他、贝斯、小提琴等多种乐器，林家树都信手拈来。所以，她自打出道起就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之一。舞台上的林家树画着魅惑的眼线，妖娆的红唇，再加上无与伦比的爆发力，她就是所有歌迷心目中的神。不仅如此，林家树在国际上也是名声斐然。她是亚洲第一个以评委身份出席格莱美的歌手，还被邀请去给金球奖创作主题曲。说她是日本的摇滚教父，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不疯魔不成活，说的就是林家树对待事业上的态度。然而，这么一个看似强大的男人，却也有一种令人心疼的破碎美。10岁这一年，林家树亲眼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逝去。从那以后，林家树永远不能忘记那惨痛的一幕。随着岁月的流逝，还不止一次反问自己：父亲选择离开我，是因为我不够好吗？所以，当林家树遇到类似境遇，却活得像个炙热的太阳一般的工藤静香以后，他不可避免地心动了。而对于林家树的追求，工藤静香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俩人恋爱期间，经常给观众们撒狗粮。工藤静香会悄悄出现在林家树的演唱会上，给他一个惊喜，也会跟他留同样的发型，展现自己对爱人的看重。那时候，林家树还说，他就是我一直往前走的动力。可是恋爱2、3年以后，工藤静香和林家树却悄悄分手了。
关于他们分手的原因，有媒体揭露，工藤静香逮住林家树背叛感情和女粉丝有关系。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工藤静香的状态都很差。为了让工藤静香换换心情，朋友们就带着她一起去旅游。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工藤静香认识了木村拓哉。工藤静香大火的时候，木村拓哉才刚刚出道，可是这并不影响他后来居上。木村拓哉的脸型窄长，结合了少年的俊秀和男人的英气，而他的五官分明，有钝感却也棱角分明，所以自打出道起，他就是团队里的门面担当。更重要的是，木村拓哉唱功好，演技也很出色。他饰演检察官，第2年报考法律专业的学生人数突涨。他出演冰球手，随后喜欢冰球运动的人也多了好几倍。就连他代言的美妆都会成为当年的热销品，摆在商场外的人形广告牌需要保安专门看守，因为生怕会被粉丝偷走。不夸张地说，木村拓哉绝对是当时的顶流男明星，而他有个偶像就是工藤静香。就这样，2个同样喜欢运动又有共同语言的人逐渐走到了一起。2000年11月的演唱会上，木村拓哉突然宣布自己要结婚。当时在场的所有粉丝都哭着喊着不同意。事后有记者提问：“你的结婚对象是工藤静香吗？”对此，木村拓哉一脸坚定地反问道：“不然还有谁？”之后还有记者问道：“你要结婚是因为工藤静香有小孩了吗？”面对这样犀利的问题，木村拓哉回道：“不管他有孩子与否，我们都有结婚的打算。”因为反对的人太多，木村拓哉险些被雪藏，而工藤静香则决定退出娱乐圈。但她如此避风头，也还是成为了全日本女性的公敌。就连林心如在综艺节目上都忍不住暗讽，抢走偶像木村拓哉的工藤静香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要知道，作为当时的顶流，木村拓哉宣布结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可不管公司和粉丝如何反对，他都要给工藤静香一个交代。就像他自己说的，不管顺序如何，我们都会幸福。帅气有担当，这样的木村拓哉也给了工藤静香无穷的勇气。不过自从他们结婚后，就一直有人唱衰。可事实上，20多年过去了，木村拓哉还是心甘情愿地守着工藤静香。大街上遛狗，穿情侣装搞怪，他们跟平凡的夫妻也没有什么两样。有人采访木村拓哉，问他如何理解爱情，木村拓哉回答说：“爱情就是先为对方考虑。”或许正是这样，所以木村拓哉才甘愿赌上前途，也要担负起属于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工藤静香呢，她顶着千万人的唾骂，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只能说，爱情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只是恰好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工藤静香开始逐渐发生改变，是在成为一名母亲之后。这是只注视着自己一个人的人生阶段过后，进入了与某个人携手前进的生活而发生的变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产生的责任感，也使工藤静香发生了改变。在跟人说话前，我都会先缓一下。当有年轻一代问我问题时，我总是会想要将昭和、和平、诚实通过努力所获得的东西，以及自己目光所及的觉得好的东西，全都传达给这些将开创崭新的令和年代的人。做惯了在舞台闪耀的女明星，退隐的她也学着变得谦和起来。在 IO 的幕后访谈中，光熙也指出，父母非常开明，能让自己坚定目标去做好他自己。他以身作则，给予后人的教育，无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从明星转型到幕后，人们虽然一直都不太认可这位木村太太，但是也十分关心私下的她在做些什么。她倾心照顾家庭，学着做烘焙，每天变着花样做甜点。从小喜欢绘画，精通油画、水彩、丙烯，
他的作品连续12次入选日本权威级画展2科展。他喜欢珠宝设计，便自己做设计，成立了个人品牌 Treasure。 在表参道与 Cartier 等国际珠宝大牌比肩而立，图案大多是蜘蛛和骷髅，和他一样另类，但是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承认他的优秀。女儿们出道指责他是幕后推手，却不知道成为明星偶像是孩子们从小的梦想。这对明星父母给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资源，但至于能不能被粉丝喜爱，有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能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明星，都得靠他们自己。除此之外，工藤的黑照也常常沦为人们发泄恶评的途径，嘲笑他脸崩了，五官走样，皮肤黑黄，却不知道这是工藤静香最健康的样子。他每周都要和木村结伴去海边冲浪，不想让防晒霜污染海水，所以从来不擦防晒。敢自然面对衰老的女人，内心一定是充实且自信的。不过面对攻击，工藤表现得十分不在意。最近虽然有人说我的脸变了、老了之类的，不过我17岁左右出道，现在都快50岁了，年纪大是理所当然的，我并不会太在意这些小事。从创造了一个时代到被全民讨厌，没有人关心工藤静香在20多年的攻击下是怎么走过来的，但他似乎已经不计较这些了，因为他不是那种停留在过去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形容自己像一颗竹子，不论是好坏，勇往直前，就像竹子，虽然比较直，但是有韧性，就算是折断了，也给人很强硬的感觉。帅气不仅仅体现在他落落大方的外表，更体现在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他的思考呈现出来的丰富状态，他首先是一名具有自己蛮苍老。这似乎也应了昙花一现的说法，美丽终究不是永恒的。但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岁月从不败美人，意思就是那些真正美丽的女人，甚至连岁月都不忍心让她凋落。就像我们心中的那些经典女神，哪怕已经到了几十岁的年纪，但每次站到荧幕前，总能吸引到无数人的关注，美艳的气质也丝毫没有褪色。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角色中山美穗便是如此。不过尽管她拥有绝美容颜，却依旧被男人伤得体无完肤。中山美穗3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为了不让年幼的她受到伤害，妈妈还骗她你爸车祸去世了，而爸爸也很配合这个骗局。自打离婚后，便再也没与她见过面，直到长大成年，她才知道父母离婚的事实。而那时候的爸爸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回想起自己不幸的童年，她曾委屈地说，我和妹妹都是爸爸的弃儿。但她的成长时期不止没有体会到父爱，因为妈妈要一肩挑起家庭重担，莫大的压力下，脾气也变得不好。有一次，美穗与母亲顶嘴，没想到竟然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顿，还动手打了她，吓得她不得不逃离家门。后来家中的情况更糟糕了，母亲不忍心孩子受苦，于是将2个孩子寄养在了亲戚家。寄人篱下对美穗来说也是小事儿，可怕的是她因为从小就长得好看，吸引了坏人的注意。那一年她11岁，正在读5年级，每天放学都独自回家，而坏人就瞅准了这个时机。那个人她还认识，所以听到对方说是替母亲来接她回去时，她就信以为真，毫不犹豫地跟着上了车。最终警察是在距离东京3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地方拦截了那辆诱骗儿童的车，才让他成功获救。虽然人是被救回来了，可缺爱和惊恐的阴影永远地住在了他的心里。这一生他都在为了治愈自己而不断找寻着安全感，可治愈从来都是一个漫长的旅途。一开始美穗能想到的只有挣钱，所以当15岁就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人的她，在大街上遇到星探来搭讪时，很快就被打动了。1985年她正式出道，先是主演电视剧，
紧跟着又发行了单曲。年轻又有活力的她一夜爆红，唱片一下子就卖了上百万张。这是美穗第一次感觉到被爱，被这么多人强烈的喜欢着，她也爱上了这种感觉，于是决定退学，将心思全部放在演艺事业上。事实证明，她简直就是天生的女主角。1986年 TBS 电视台为她量身打造了电视剧《我的妈妈是偶像》，该剧播出后一度拯救了当年日本电视剧低迷的现状。彼时在日本爱上她的男人数不胜数，可她却挑了让自己心碎的男人，叫做田园俊彦。当年的田园俊彦可以说是日本的迈克尔·杰克逊，顶流中的顶流，一个月能收到18万封粉丝的来信，美穗也是他的粉丝之一。两人相识时他才17岁，随后在一档综艺中朝夕相处，渐渐培养出了感情。1989年两人约会的照片终于被曝光，可两人当时都是国民偶像，所以这场恋爱注定不能明目张胆，只能偷偷摸摸。无奈2年后两人又被拍到，田园俊彦的公司非常生气，还取消了演唱会来惩罚他。然而外界越是反对，相爱的人就越深情。此次过后，两人也不再回避，甚至还住到了一起。只是这段像极了童话故事的爱情，最终也被碎得异常惨烈。到了1991年的时候，田园俊彦竟然和其他女明星传出了绯闻，而这个女明星不是别人，正是美穗的好闺蜜工藤静香，也就是后来木村拓哉的妻子。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美穗根本不能接受这种双重背叛，她只能不间断地逼问田园俊彦。没有人知道当晚两个人是怎样争吵的，只知道后来她在自己的书里写下，这个男人拿着一本书朝她正面扔来。后来她也曾在媒体前回忆，当时惊怕的以为自己会因此丧命。难以承受这种伤害的她，对田园俊彦彻底失去了信心，便主动提出了分手，和闺蜜工藤静香也形同陌路。值得庆幸的是，美穗并没有被恐惧和背叛拉入低潮漩涡，她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生。恰好这时候，她接拍了电影《情书》，电影播出之后获奖无数，她也从国民级的外貌偶像跃升成为实力派的最佳女演员，并且拿到了最具权威的蓝丝带最佳女主角。名气不断走高之后，她还和《乱世佳人》的费雯丽、罗马假日的赫本以及东方不败中的林青霞等人并列为电影中不可超越的15位女主角。甚至15年后，日本媒体在街头做调查，问女孩们，如果有机会整容，哪位艺人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容貌？得票最高的依旧是中山美穗这个名字。除了收获大批粉丝，她还吸引了多位导演的关注。竹中直人就说过，他一直都很倾慕美穗的美，如果他有机会自导自演一部电影，最想合作的人就是美穗。而后在电影《东京日和》中，竹中直人镜头里的美穗果然美得不可方物。可美穗对于自己的美却并不在意，哪怕事业上收获再多赞誉，也无法抵消她对于爱情的渴望，所以她一有机会就想谈恋爱。1998年，她与木村拓哉合演了电视剧《沉睡的森林》，木村拓哉还做起了月老，给她介绍了一个比她小7岁的足球明星中田英寿。然而这位弟弟也是个多情渣男，从小松诚美、大黑摩季到宫泽理惠，甚至李嘉欣都跟他传过绯闻。认清这个男人真实面目后的美穗当断则断，一点都没留恋，就迈入了下一段感情。不过她的下一段恋情也不顺畅，依然被伤害得很深，而此人也是由木村拓哉所介绍。而且由于他屡次因感情影响到工作，公司也多次对他进行惩罚。那几年，公司老板只要一发现美穗偷偷谈恋爱，就会减少她的工作量，以示威胁。但她为了爱总是罢工，甚至还上演逃跑的桥段。下一个由木村拓哉介绍的男友叫野口强，是他的御用理发师，以前是模特，还是个夜店小王子。朋友们都劝美穗离他远点，可越劝美穗就越执着，还说我会等他回头，然后嫁给他。为了野口强，她还主动推掉片约，跑去跟男友度假，
所有人都在骂她恋爱脑。可只有美穗自己清楚，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弥补小时候被爸妈无情夺去的那份家和爱。而她想要嫁人结婚的念头也越来越重。不过这一次她又选错了，和野口强分手后，她变得更加心灰意冷，还一度恨嫁，甚至一度跑去相亲。她再也不想要什么艺术家男朋友，只想要一个家，因为此时她已经30岁了。但好在命运待她不薄，在32岁时，她又认识了42岁的集作家、音乐人、电影导演等职业于一身的石人成。2个人只相处了8个月就决定结婚。发布婚讯当天，美穗幸福地向全世界宣布，婚后将全面隐退，定居巴黎。之后她生下了一个孩子，也很享受自己每天6点起床，为全家做好早餐，再送儿子上学，有时间就去进修法语，学习刺绣的平凡生活。可新的人生也有好有坏。7年后，开始玩摇滚的石人成留起了长发，打扮也发生变化，开始刻意模糊自己的性别，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个时代绝对是要中性，我的目标是当上有型的中性阿叔。观念上的冲突让2个人越发生疏，只是这次的感情出现问题，并不是因为丈夫，而是因为美穗，她竟然出轨了。彼时她与石人成的离婚手续并没有办妥，结果就被拍到与音乐家涉谷庆一郎一起出入酒吧，还在街上牵手、接吻以及同居过夜。涉谷庆一郎还曾冒着风险在社交媒体上发出2人的照片，结局当然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只是这段再次对抗全世界的爱同样走得很艰难。一次醉酒后，有路人看到他在街上被涉谷庆一郎拽着胳膊拳脚相加。此事过后，美穗对外说，我爱的人再次令我感到绝望。当时曾有记者问他，你今后会再婚吗？还是不愿斩断所有后路的他回答道，虽然还不清楚，但应该不会了吧。时至如今，已经50岁出头的美穗重新回到日本拍戏，不再演纯纯的爱情，更多的是演有出轨剧情的家庭伦理剧。有人嘲讽她，说她现在的作品和她的生活一样不体面，可对于她来说，体面不是最重要的，内心充盈才是。但她的容颜却从未被岁月夺走，几十年过去，依然是人间角色，也依旧是很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女神。2009年，曾有媒体在街头问过往男性，你最希望和哪位女艺人共进晚餐？答案竟然出奇的一致，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中山美穗。不久前，她还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她恬淡祥和，状态好得惊人，网友们也是毫不吝惜地送上自己的夸赞。人们总是钟情于美丽的事物，而且当这些角色遭受痛苦时，总会心疼无比。所以希望美穗今后的生活能少一些磨难，不管她是否要继续追求自己的爱情，都祝福她一切顺利。如果能迎来真爱，自然是最圆满的结局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想看更多内容，记得订阅点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